上门检修一台制冷效果不好。这种制冷效果不好的，应该从哪里下手呢？有凉气，但是凉气不大。先看一下滤网脏不脏，可以洗过了。那就先看一下外机。走到外边，第一眼就看到了是粗管结霜了。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？待会儿咱说一下粗管为啥会结霜。我们常见的是细管结霜，就是缺氟了。那这一种呢，我们要检查一下内机。刚才看过滤网不脏，那这种可能呢，就是室内机蒸发器太脏了。我想拆掉侧边看一下，但是拆不了。这种呢，就只能拆内机了。先收氟，关掉细管，大约等待10几秒、20秒钟左右，然后把粗管关闭。这样呢，制冷剂会回收到外机里边。拆下室内机，打开侧盖，我们见到了庐山真面目。看这个后背，黏黏糊糊的，全是脏东西啊。这样呢，它这个冷气散发不及时。这种然后已经把内机拆下来的，就把这个蒸发器直接拆下来洗就行了。正反面反复冲刷，直到冲洗干净。冲干净之后，安装内机，开始排空。打开一点细阀，然后顶这个顶针进行排空，大约顶个7、8秒钟就可以。R22的制冷机可以这样来排空，410A 的和32的制冷机严禁这样排空啊。最后打开粗管和细管的接着阀，两个接着阀一定要全部打开。开机试机，现在这么远的距离都能感受到风，制冷效果非常好。那细管结霜和粗管结霜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制冷系统的工作原理。压缩机压缩出来的高温高压的气体，经过冷凝器进行降温，在这个地方呢变成了液体，再经过毛细管节流降压，走到室内机的蒸发器，在这里呢由液体变为气体，迅速吸热，所以蒸发器非常凉，吹出来的就是冷风。然后在这个地方呢，由液体变为气体之后，顺着3层阀，最后回到了压缩机的储液罐，完成一个循环。那缺氟，为什么细管会结霜呢？我们看这边氟量比较少，那么压缩出来的高温高压的气体就比较少，在冷凝器进行降温之后变为液体，因为液体比较少，还没有到蒸发器这个位置，然后一经过毛细管节流降压，在这里就提前蒸发了。提前蒸发，温度迅速降低，所以说细管呢就会结霜，也会导致蒸发器有的地方呢也会结霜，一半凉一半不凉，这就是缺氟了。那粗管结霜呢，一般有2种情况，一种情况是管路折扁，特别是粗管折扁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内外机连接管路在这个地方折扁了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往内机走的这一块呢，因为它折扁，所以说它的压力很高。压力很高的情况下呢，它蒸发不良，这个液体就是说变为气体比较困难，只有一少部分变为了气体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它降温降的比较少，吹出来的风不是很凉。经过这个地方，相当于它又进行了一个2次节流，在这折扁了，2次节流。经过它之后呢，到了这边，它又迅速由液体变为气体，进行了蒸发。所以说从这个地方开始呢，它温度又特别低，所以从哪里折扁的，哪里就会有结霜的现象，这是折扁。另外一种情况呢，就是蒸发器太脏。这种情况你会发现，整条管路一直到压缩机的储液罐，它都是一个结冰结霜的状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太脏了，它的冷气散发不出去，就会导致温度越来越低，就导致整个粗管到储液罐全部都结霜结冰。粗管结霜和细管结霜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咱想学习修空调，要多掌握理论知识，结合实践才能更好的学会空调维修。在这本书呢，从头到尾讲的非常清楚，想学习修空调的可以去看看啊。